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真絕了，百花迎春穿吊帶裙美上熱搜，7天前還是冷豔皮衣女王，這狀態34歲。家人們，你們敢信嗎？2026年百花迎春晚會錄製現場，譚松韻穿着一條淺藍色吊帶裙往那一站，直接把我看懵了。鏡頭對臉拍，那皮膚白得發光，鎖骨精緻的不行，笑起來眼睛亮晶晶的。你說她34歲，說24歲我都信，這狀態也太犯規了。但你們知道最絕的是什麼嗎？就在7天前，這位姐剛拍完一組風尚誌的封面，穿的是棕黑色長款皮衣，黑絲配酒紅唇，眼神冷得能殺人，整個一暗夜玫瑰。這邊廂還在為她的飒尖叫呢，轉頭人家在粉絲見面會上拉鏈一拉，直接套上了最好的我們裡耿耿那件藍色校服，歪頭一笑說我叫耿耿，13中的。全場粉絲直接瘋了，哭的哭，叫的叫，這操作我真服了。一邊是冷豔皮衣的時尚女王，一邊是穿校服的高中生，無縫切換，一點不帶含糊的。娛樂圈天天有人為轉型愁禿頭，她倒好，甜妹和飒姐的皮膚想換就換，這哪是凍齡啊，這分明是把時間的遙控器攥自己手裡了。說起她的娃娃臉，那真是老天爺追着餵飯吃。22歲演《甄嬛傳》裡14歲的純貴人，吃糕點那場戲天真爛漫，毫無違和感。26歲演《最好的我們》裡的高中生耿耿，搭檔比他小9歲的吳磊，觀眾一點沒覺得不對勁。到了30歲，還能在《以家人之名》裡演活力尖尖，那股子青春勁兒，你說他剛高考完我都信。可這張臉也成了他最甜蜜的枷鎖。有很長一段時間，找上門的劇本全是清一色的少女甜妹，好像她只能活在校園和偶像劇裡。她自己都說過，娃娃臉限制了戲路，她不想活成別人期待的樣子。所以你看她後來的選擇就特別有意思，她沒跟甜妹這標籤硬槓，而是繞着走，把路走寬了。錦衣之下裡的袁今夏是個市井裡摸爬滾打的女捕快，有點潑辣，有點摳門，但特別真實可愛。這角色讓她證明娃娃臉也能演不甜的角色。再到2025年，她在《蘭香如故》裡演一個從丫鬟逆襲成當家主母的女人，造型從布衣到華服，眼神從怯懦到銳利，這跨度直接把只能演少女的刻板印象砸得粉碎。同年她主演的《逍遙》更絕，一人分飾兩角，一個是靈動貪財的江湖小騙子逍遙，一個是清冷孤傲的寧安，靠眼神和聲線切換，觀眾看得直呼過癮。她對自己是真狠，為了演《我的山與海》裡那個從大山去深圳打工的姑娘方婉之，她素面朝天，特意把皮膚曬黑，跑到縫紉廠去體驗生活，手指被針扎，手上磨出繭子，就為了找到角色的感覺。這跟當年那個穿紗裙的花仙子簡直判若兩人。她的造型變化也是一部進化史。早些年沒少被吐槽穿着土氣保守，但現在她團隊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脈。2024年微博世界大會，她一條黑色刺繡花卉裙配奢華珠寶，頭上別朵紅花，狀態好到膠原蛋白滿滿。2026年百花迎春，這條淺藍吊帶裙更是把清新和仙氣玩明白了，薄紗、吊帶、腰線剪裁，全是精心計算過的。你會發現，她現在特別擅長用簡約來放大自己的氣質，有時候就是極簡的黑白配，頭髮自然垂下，反而比那些層層疊疊的華麗造型更有存在感。時尚評論人說，她的笑容比妝容更有故事。這種從迎合審美到定義審美的轉變，背後是她越來越穩的底氣。
2019年他媽媽出事，那段時間他幾乎消失了。再回來時，樣子沒怎麼變，但眼神裡多了東西，一種經歷過痛的成熟和堅韌。他自己說，甜是天賦，但飒才是我想走的路。這話現在看，全應驗在他的路上了。他好像沒什麼糾結，既不徹底扔掉耿耿帶來的光環，在需要的時候大方穿上校服，給粉絲一個回憶殺，也不困在甜妹的人設裡，該穿皮衣就穿皮衣，該演復仇丫鬟就演復仇丫鬟。那種感覺就是標籤是你們貼的，但定義權在我手裡。我能甜，也能飒，我能是耿耿，也能是沈佳蘭、方婉之。所以別再只盯着他的凍齡感嘆了，時間在他身上不是暫停了，而是換了一種流動方式。他不是在對抗年齡，而是在用一場長達10年的精密的自我重塑，告訴所有人，一張娃娃臉也能走出最寬廣的路。2. 當甜妹燙了復古大波浪，譚松韻這張海報美出了圈。當35歲的譚松韻頂着標誌性的復古大波浪髮型亮相2025年運光同行見面會官宣海報時，整個網絡瞬間被這抹驚豔點燃。海報中，她一頭蓬鬆的捲髮，神似精緻的洋娃娃，將夢幻感與靈氣結合得恰到好處，瞬間戳中了網友們的審美。這一次，這位總是以甜美少女感示人的演員，用一個充滿復古質感的造型，上演了一場華麗轉身。一時間，評論區化身為大型誇誇群，網友們的讚美極具想象力。姐姐的頭髮是偷了棉花糖的 DRL 嗎？時尚博主更是下場玩梗，建議將這張自帶柔光濾鏡的絕美海報裱進美術館，並為之擬定了標題：自圓壁裂開時掉落的異世界公主。粉絲們的期待也達到了頂峰，紛紛留言表示這不是突如其來的驚喜，而是如期而至的約定，準備在12月27日於北京與心中的甜妹赴約。此次造型引發的轟動，對於譚松韻而言具有超越一次普通亮相的意義。近年來，關於她娃娃臉、年齡與戲路的討論不絕於耳。她曾因34歲仍是演大學生而遭遇年齡圍攻，也曾為貼合角色，在短時間內付出巨大努力減重，身形變化一度引發全網擔憂。然而，她始終用扎實的作品和誠懇的態度回應一切，從最好的我們的耿耿，到錦心似玉的羅11娘，不斷嘗試突破。因此，這組大波浪洋娃娃造型的出圈，更像是一次無聲卻有力的宣言。它向所有人展示了譚松韻形象上更多的可能性。她不僅可以駕馭青春的少女感，也能完美消化復古、優雅乃至更具風情的成熟韻味。這無疑為她未來的角色選擇打開了更廣闊的想象空間。從鄰家妹妹到復古女神，譚松韻正在用行動拓寬自己的邊界。這張引爆網絡的海報，不僅預告了一場備受期待的見面會，更像是一封寄給未來的邀請函，邀請觀眾與她一同見證一位不斷成長、勇於蛻變的演員，還將帶來多少驚喜。